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今天咱们就聊一聊为什么中国人不对父母说我爱你。本来我是想像很多视频那样，就是拿出手机给我爸妈打个电话，就一开始随便瞎聊，然后突然之间给他们说一句我爱你，想想他们的反应，感觉都好像特别有意思啊。不过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我和我爸妈之间几乎从来不说普通话，而在我们老家龙泉话里头是没有我爱你这个说法的，所以极有可能的情况是，我正给他们打电话说我爱你，用龙泉话说就是我爱你，这个时候他们会突然感觉懵掉，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然后反应可能是你在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傻啊？这个时候我突然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啊！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终极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对父母说我爱你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在中国有特别多的方言，如果你不知道，请看这一期视频。所以大多数人在家里头说的都是方言，而方言里头是没有我爱你这个说法的。我爱你它应该算是一个外来语，是对 I love you 的一个强行翻译，所以它整体感觉看来是有点水土不服的。现在看来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说我爱你，不是因为我们害羞，而是因为别扭。因为你要去说一个在你们的语言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，是非常奇怪的。这就特别像一个外国朋友问你 I love you 在你们的方言里是怎么说的，你就说在我们的方言里是完全没有这种说法的，但是呢，按照声音发出来的话，应该是我爱你。但是你没听错，我用了一个但是。就在我们这一辈情况大多数还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在家里大多数时候说的都是方言，而不是普通话。但是我儿子他们这一辈人呢，慢慢的就会变成没有方言的那一辈人，方言慢慢正在被边缘化。就算在我们老家那一个小县城里头，我哥的2个女儿从小说的也是普通话，而对他们而言，因为我爱你已经被引进中国很久了，已经完成本地化了，所以就算说我爱你也没有那么别扭，应该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就像我们这一辈人作为父母和孩子表达爱意的时候，也是很热烈很频繁的。就像我老婆成天会和我儿子互相说我爱你，我儿子呢和我说我爱你的时候，我也会回一句我也爱你，很自然，一点都不别扭。我之前问过我群里的外国朋友，他们好多都说和父母说我爱你是特别自然平常的事情，每回打电话的时候都会说。在我想来，这应该是从小到大养成的一种习惯。我们这一辈呢，作为父母，慢慢的也会和孩子养成这种习惯，慢慢的让说我爱你变得越来越自然。当然，除了语言别扭还有习惯之外，我们这一辈人和父母说不出我爱你，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，那就是我们这一辈人和父母普遍都不够亲近。我们或许可以很轻易的和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孩子说出我爱你，但是和父母却很难说出我爱你，因为我们真的不够亲近。所以有时候你突然想给你父母说一句我爱你的话，你心里会有担心，害怕得不到你预期的反馈。你会害怕他们的回答可能是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又没钱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忙啊？等等，这种完全不是你预期的反应。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遗留问题，因为我们的父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物质生活极度匮乏，不得不为生活所迫，然后还常常被一种吃了这一顿没有下一顿的恐惧所支配，所以他们只有一头的扎进工作里，拼命的去赚钱。家庭对他们而言更多是一种责任，是一种延续后代的责任。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，因为每天工作上的奔忙等到他们一回到家就特别疲惫，所以根本没有多少耐心和孩子互动交流玩乐。孩子一天天长大，他们肩上的担子越来越轻，但是他们孩子却越来越不亲近。他们或许也只有潜意识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，等到他们慢慢变老之后，才发现孩子已经长大了，
完全不需要他们了。这个时候他们才有意识的去弥补。可是亲近感这种东西是完全弥补不了的。我不是说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就会非常好，但是起码在改进。我们小时候经历的一切，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经历。可是有些人却难逃宿命的轮回，他们的父母是怎么对待他们的，他们还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。而且现在中国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所以好多人都选择躺平，不想再努力，不想结婚。所以中国最近人口出生率暴跌，已经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我父母年轻的时候是做生意的，非常的忙，所以我和他们也不够亲近。所以你让我说我爱你3个字其实是很难说出口的。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外地，来到了遥远的西安，离他们的直线距离有1500公里之远。我每年就回去2-3次，但是在去年疫情爆发的时候，我老婆还有我儿子在我父母家足足待了1个半月，大家相处下来很愉快，也亲近了不少。从那以后，我们的联系更为密切，也更为频繁了。其实我觉得小孩子长大是非常快的，要是小时候没有足够多的陪伴的话，长大之后是真的很难亲近起来的。但是我也觉得孩子长大了，也需要更主动的去关心陪伴父母，常回家看看，因为父母毕竟慢慢在变老。其实我觉得说不说我爱你都是一样的，更重要的是平常的行动，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关心，你的爱。再说了，中国人本来就是含蓄内敛一些的。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给我点赞评论。那么下次再见喽。